迪丽热巴，敏感是我的一部分。这夏天，迪丽热巴第一次被4年一度的世界杯赛事点燃了热情。因为玉龙这个角色，她开始能够共情看台上的呐喊与尖叫，感受绿茵场上的拼搏与激烈。足球的确会让人肾上腺素飙升，这项大家一起狂欢的体育运动，我真应该早点关注。玉龙是功夫女足中峨眉队的8号前锋，是迪丽热巴时隔8年再度走入大银幕的角色，而这部影片也是周星驰凝聚心血的全新力作。眼泪是欢笑的背面。周导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还在拍戏，在接触功夫女足这个电影项目前，我对足球完全没有了解。我会在体育频道里观看的赛事只有花样滑冰，这个角色是一次勇敢的挑战。在一支球队中，前锋的位置举足轻重，需要冲锋陷阵、射门得分，因此，除了在有限时间内增肌、熟悉比赛规则这些基础准备之外，迪丽热巴提前进组，加入了专业足球运动员的特训队伍，每天一早就去训练。我们10几个女生一起接球、跳远，学习一些踢球的技术。训练结束，晚上还要围读剧本。周星驰想到将足球与功夫巧妙结合，是因为他发现这两者有着极大的共性，都需要使用好身体的各个部位。平均每年一部古装戏的频率，使迪丽热巴得以接触不同的武术指导。每部戏对身体语言与肢体表现的要求各不相同，在多元的磨练下，她的柔韧度与力量感都在不断提升。除了下肢训练，我对踢球这一类运动是完全陌生的。体能上的训练，我可以坚持，因为运动本身就会让人快乐。在球场上去跑、去跳、去吊威亚，我不觉得是困难的事。我很愿意一次次刷新上一条我能做到的极限，但在进球技巧上做到专业，让观众信服，挺难的。龙的射门绝招被称为腾龙射球，借助大幅度转身的力量踢击，打对手一个出其不意、极其考验动作的精确度、平衡感与反应速度。在迪丽热巴的印象中，这是她拍的最多条的一场戏，那一场戏需要同时配合的东西很多。球飞过来，你要旋转起来踢到球，威亚角度、踢腿力度和球的速度，所有东西都要达成一致才能把这个镜头拍好。尤其是周星驰导演出了名的苛求完美，无论是围读剧本、开拍前还是拍摄中，他都会反复在细节上给予演员充分的建议，并深入交流。我非常感激导演愿意花时间陪着演员去磨，这是件好事。导演也是演员，我们有演员之间的默契，会迸发出很多火花。有一场我跟小飞姐不能上场，坐在等候区的戏，我们都觉得我们已经用自己的方式做出最大可能的展现了，但导演的角度又能不一样，他想到的比我们多，他知道怎样让观众印象深刻，怎样让每一场戏发挥到极致。每次都有新的灵感、新的尝试，大家都很开心，现场的气氛是很欢乐的。想起片场的情形，迪丽热巴笑得几乎止不住，玉龙的方言，在严肃场合莫名的举动，对双双似是而非的劝解，太多好笑的了。他一边细数，一边表示私下自己虽然是个稍微有点抽象的人，但玉龙这种标准无厘头的喜剧角色还是第一次接触。电影上映后，社交平台上掀起了对于迪丽热巴和玉龙高适配的讨论，认为这是他的本色演出。而他认为任何表象上的轻松自如，都需要日常一点一滴的努力，可是人笑到一定程度是会哭出来的。女足讲述了一群挣扎于各自困境中的普通女孩，机缘之下组成了一支不够像样的球队，最终大放异彩的故事。她们不被看好却不肯低头，平凡的生命中蕴藏着惊人的力量与不懈的勇气。当我穿上球衣，带上护具在沙滩上训练的时候，我就已经相信我是一名球员。但最让我共情且成为玉龙的是电影的后半程，他已经负伤到一定程度，仍然坚持去踢球。他不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大家的胜利去拼搏。一次次带球突破，一次次倒下，再一次次站起来，直到伤痕累累，筋疲力尽。
从我要赢到我们要赢，这种齐心协力渴望达成一个目标的凝聚力深深感动着迪丽热巴。他说，我现在想到那个时刻都还会起鸡皮疙瘩。赢得奖杯的瞬间，我感到既开心又难过。戏里，我们队伍里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戏外，这部戏已接近尾声，我们要送很多演员离开。这次触电喜剧电影，迪丽热巴坦言，功夫女足带来的收获不只是探索喜剧表演的另一种方式，更重要的是如何以新的眼光看待角色与故事。以前可能会停留在剧本要表达什么，现在我会去思考剧本之外要表达什么。周导激发了我内心想去做到更好的潜能。拍摄完成1年后，我还能去回味，去感受当时的那份感动。这些东西会在我未来的人生中起到长远的作用。人生总有分岔的小径。出道至今，迪丽热巴拥有不少职业生涯中的高光时刻，但于她而言，真正改变她的是一场日落。那天，她独自坐在海边，注视着夕阳缓缓落下，好像忽然打开了内心深处的眼睛，看见了曾经无法看见的东西。那是近几年来我觉得最无忧无虑的时刻，也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时刻。就是在那个傍晚，我完成了自我的重塑。以前我只爱夏天，只爱阳光灿烂的日子，从那之后，我爱上了每一天，爱上了1年4季和这世间的所有。20年以前，快速且密集的工作节奏让迪丽热巴几乎没有休息，工作一个接一个，一直在拍，丢弃了很多生活的部分。直到一次进组前有一段时间空档，他才好好休息了一阵，那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个节点。那段时间，我静下心来想了很多，也想明白了很多，怎样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作为演员想传达给大众的信息究竟是什么？从初入行时困扰于如何在戏里诠释明星身份，到思考如何演活普通人，我意识到学会生活，懂得生活是演员很重要的一部分。你不会只是演明星，如果要演民警、医生、进城务工者，没有生活的话是没有办法演的。从理解到实践不可能一蹴而就，迪丽热巴没有立即改变自己的轨迹，而是经历了很长的过渡期。利剑玫瑰的项目书时，剧本尚未完成，他仅凭短短3行简介便决定接演。我知道他想表达的东西是好的，但这部戏的开机时间几经波折，我既然答应了就不能食言，不能中途去演别的，所以一直在等，内心也跟着变动起起伏伏。不过有了充足的时间，我就去做了很多前期工作，看相关的社会新闻、纪录片，查询打拐民警怎么执行任务，并且也有在好好生活。这个等待的过程像一个不期而遇的礼物，不知不觉间让迪丽热巴对工作节奏有了清晰的想象，一个戏紧接着一个戏，就像带着前世的记忆直接转生到下一世。你没时间完全清空之前的情感和习惯，就不能更好地进入新人生。利剑玫瑰，迪丽热巴复盘了过往角色，她发现前期的自己始终背负着期待和压力，那时的往上走是希望尽可能抓住机会，被更多人认可。我不想辜负每一个人，观众也好，导演也好，毕竟你做一份工作，肯定想得到表扬，这是我那时最简单、最小的愿望。如今，他眼中的往上走则更聚焦于表演的精进，是希望每次都能演得更好一点。如果你演得好，拍完就会知道。那种过瘾，不是说这场戏我大声释放了所有情绪，或者我把一天的悲伤哭完了，而是真正表达了人物应该表达的。这一点通过对手演员的眼神、语气，他能接住的东西都会反馈给你。如果说偶然遭遇的2次等待无意间助力迪丽热巴厘清了未来的方向，那么随后那场海边落日便赋予了他实践的勇气与前行的能量，彻底推动他试着真正走入生活的深处。于是，他看待万物的视线落点彻底转变，不再让他人挡在自我之前，他学会了看见自己，并且接纳自己。以前别人说我太敏感了，我会觉得敏感是不是不太好的事？可不可以外向一点，钝感一点？
现在我觉得它只是个网络词语而已，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不一样的词去代替它。敏感是我的一部分，它帮助我观察、体会，它是特别好的，就像一年四季的变化都是特别好的。我爱我身上的优点，也爱我身上的缺点。人生总有分叉的小径，决定我们幸福与否的，并不在于选择什么，而在于相信什么。而立之年原本是一个人在世俗定义下趋于成熟的年纪，迪丽热巴却笑着形容自己还在成长。她的每一次自省也许都会带来不可预知的变化，可能会有人说你都34岁了，到底要成长到什么时候呢？但我觉得人一生都是在成长的，到了60多岁，我还可以去上老年大学。在20岁的这个年龄阶段里，我没有太多空闲时间让内心得到很好的成长，是滞后的。所以，现在的我一直在加速追赶，拥抱另一个自我。夏日的蝉鸣不休，迪丽热巴穿行在郁郁葱葱的森林里，面对镜头自如切换着不同姿态。谈起拍摄的感受，她说，很像回到小时候，周围有荷叶和树木，大家一起玩，一起闹，一起去抓荷塘里的小鱼，亲近大自然的同时，又能让你找到更原始、更野性的状态。在他眼中，摄影是定格的艺术，是将动作、眼神、情绪乃至风吹发丝的姿态捕捉起来，装进一个堪称完美的瞬间。他所要做的，是在看见服装的那一刻，去理解设计师传递的讯息，为自己的内心树立一个表演的支点，再呈现出来。早在10多年前拍杂志时，我潜意识里就有这个想法。可能那时的我对时尚的了解没那么深，但我知道如果一个设计师做出了大裙摆的连衣裙，肯定不想你只是直挺挺地站着，他会希望裙摆铺开，让每一朵花都有绽放的感觉。我会首先关注设计师新一季的想法，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其次，留意哪些服装会适合我。从第一次看秀时单纯的期待与欣赏，到渐渐对时装有了独到见解，迪丽热巴对美的感知力愈发敏锐，希望我的造型都是有效造型。无论是出席红毯或秀场看秀，迪丽热巴频频以极具辨识度的时尚风格刷屏社交网络，赋予每一套衣服全新的语言。她会像诠释角色一样提前做足功课，常常会思考每套服装的面料、款式、设计有什么特点，应该搭配怎样的妆容、发型、配饰。我会主动去想这些，我希望这些细节能够辅助我穿上的衣服，让它表现到最好，这是尊重设计师的工作。迪丽热巴十分肯定地表示，坐在秀场中的我是另一个我，只有回到自己的房间，卸下妆容，才是生活当中的我。这让人不觉联想起他的待播剧，虽然不能同时拥有一切中的人物设定，在这部奇幻剧集中，同一个外表下藏着2个截然不同灵魂的我，交换了人生。现实中，究竟是否有另一个自我，过着我想过的生活，做着我没敢做的事呢？如果某天相遇了，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迪丽热巴的回答是拥抱，应该是存在的。其实另一个我不一定在平行时空，或许他就在我的脑海里。在大多数情绪低落的时候，我都会想象另外一个我来抱住我。我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所以我想要抱抱他。说到这里，他环起手臂，轻轻抱住了自己的肩膀。我希望他天天看日落，因为有时间，有精力，能坐在海边，还能静下心来，真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所以我才说，那场日落至关重要。当时，窗外正滴滴答答下着小雨。迪丽热巴说，很多人不喜欢下雨天，但我很爱下雨天。那些雨滴落在地上溅起的小水花，每个人举着5颜6色的伞，都很好看。现在，我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不是因为今天遇到了一件好事，也并非刻意为之，而是我本就身在美好之中。面对具体生活里偶然、平庸的时刻，艺术家李黑蒂会捕捉到荒诞与失真，这种对日常的戏剧性想象，与作家马尔克斯的魔幻超现实叙事气质形成了某种呼应，
带有文学隐喻。我们邀请李黑蒂绘制本期服饰与美容 Vogue 8月刊艺术封面，最终作品由他在印刷图像的基础上进行手绘。前景立体的颜料层是他将调色盘上刮下堆积的颜料直接涂抹于画作中，延续他2025年的作品 Wild Sumac in Early Autumn 中的笔触与色彩符号。方框的设计意在收束聚焦、含蓄、幽微的视觉表达被赋予锐利的张力。艺术家希望在此次封面创作中尝试以不同于以往的时尚图像语言，打破克制、收敛的表达惯性。他将大胆、夸张，甚至近乎失控的元素不断聚集、叠加，直至形成近乎过载的视觉冲击。